各位朋友，2026年的春天，国際局勢已經緊張到了讓你不舒服的地步吧？環顧中國的周邊，東海、南海、西南邊境、台灣海峽，幾乎每個方向都有人在制造事端。比如說，剛剛美國、日本在菲律賓。日本試射了這個巡航導彈，美國也第一次在菲律賓發射了戰斧巡航導彈。當然了，那破玩意兒在中國解放軍看來都是半個世紀以前的破銅爛鐵了，是吧？但是呢，這是一種態度，這是一種向中國示威的這麼一種伎倆。是個小國都敢上來衝中國狂吠兩聲。日本呢，大言不慚的叫囂重回軍國主義，再打破什麼無核三原則在這種情況下，大洋彼岸的華盛頓更是關稅大棒，軍事圍堵，双管齊下，把去中國的郵輪搶了不知道有多少艘了。他們把對華施壓的力度拉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這些壓力疊加在一起，指向一個明確的意圖，就是逼中國先動武。這種局面呢，乍一看呢是凶險無比，但你換個角度琢磨一下的話，對中國未必全是壞事因為那些挑釁者的如意算盤很可能正在替他們自己挖一個天大的坑先從日本說起吧。高市早苗上台以後，東京在軍事和对外的姿態上的冒進速度超出了很多人的預料，從在東海方向不斷的試探中國的底線，再到通過媒體大肆的渲染日美同盟的牢不可破，日本的意圖擺明的很清楚就是要做到那個最刺眼、最能夠惹怒中國的挑釁者。為什麼偏偏是日本呢？因為中日之間的歷史恩怨是周邊所有的雙邊關係裡最容易點燃情緒的那根引線。東京對此心知肚明，而且呢，刻意在利用這一點。日本人心裡也在打一筆時間差的仗，在他們的推演裡面，趁美國還沒有徹底從西太平洋退潮，眼下跟中國攤牌，輸贏或許還有對半開的可能，但是一旦美國的衰退趨勢不可逆轉，日本連這一半的勝算都會保不住。所以東京的底層邏輯就四個字兒：要賭趁早。這種賭徒心理跟80多年前決定偷襲珍珠港的思路那是一模一樣。南海方向呢，同樣不太平。菲律賓這幾年的所作所為已經不能簡單的歸結為小國碰瓷兒了。從仁愛礁到黃岩島、馬尼拉，一輪接一輪的制造摩擦，背後站着的是美國的安全承諾和情報支撐。2025年以來，美菲聯合軍演的頻率和規模持續攀升，目標只有一個，把南海變成一個隨時可能走火的彈藥庫。印度方面也沒有消停。2020年加勒万河谷衝突之後，中印邊境有過一段相對降溫的窗口期，但是新德里在藏南方面的軍事化部署從未停止。印度的算計不難看穿，趁中國在東面和南面被多線牽制的時候，保持西南方向的軍事存在感，好在談判桌上多要幾個籌碼。台海方向緊張的氣氛也在持續的加碼。台灣地區的防務部門在美方的慫恿下，近年來的軍購清單越列越長，各種所謂的不對稱戰力的建設搞得是熱火朝天，島內的部分政客更是頻頻試探大陸的底線，配合華盛頓一點點的蠶食現狀的策略，他們賭的就是只要不一步邁過紅線，大陸就不會翻臉。你把這些所有的方向串在一起你會發現一個非常清晰的格局。這不是某一個鄰國的單獨冒險，而是一套有協調、有步驟、系統性的戰略施壓。它的總導演在華盛頓，而日本、菲律賓乃至印度充當的都是不同戰線上的前哨。那他們到底想達到什麼目的呢？在西方的戰略思維裡，有一個揮之不去的歷史模板，那就是德國的崛起與覆滅。19世紀末，德國工業實力飛速膨脹，直逼英國的霸主地位。英國的應對之道就是構築同盟體系，把德國拖進戰爭的泥潭，再用戰爭消耗德國的國力。2次世界大戰，柏林、
都栽在了這套邏輯上面。如今華盛頓和他的盟友想把同一個劇本套到中國身上，他們的推演是，既然貿易戰、科技封鎖、輿論圍攻這些和平框架內的手段都不能按住中國的發展勢頭，那就用各種辦法把中國逼上戰場。只要中国一開打，國際制裁、供應鏈脫鈎、資本撤離就會蜂擁而至，幾十年的積累就可能打了水漂。這筆賬確實算得精明，但他們在幾個關鍵環節上犯了致命的錯誤。第一個誤判就是把中國等同於當年的德國。德國2次挑起世界大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卡在歐洲大陸的心臟地帶，戰略縱深極為有限，不進攻就會被包圍绞殺。中國的條件跟德國完全不是在一个量級上，中国有最完整的工業體系，14億人口撐起龐大的內需，核武器構成終極體現，再加上稀土到糧食的基本自給能力，這不是一個可以被拖死的對手。第二個誤判，他們就更為致命了，他們以為中國不善於打仗，這大概是西方世界對中國最根深蒂固的認知偏差了。因為中國在近幾十年裡沒有像美國那樣在全球各地動武，沒有像前蘇聯那樣跟北約在鐵幕兩側對峙幾十年，他們就自動的把中國歸入了不尚武的類別。外媒甚至在中日發生爭端以後公開發表評論說，中國的軍隊缺乏實戰的經驗。但凡翻開歷史書看一看，你就知道他們的這種判斷有多麼的荒唐。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延續數千年，版圖從黃河流域一路擴展到近1000萬平方公里，靠的絕不是跟鄰居講道理。清朝對準噶爾的滅國之戰是讓當時整個歐洲和中亞都為之震動的軍事行動。要知道，準噶爾在當時也是中西北中北亞的一方雄主啊，連沙俄的哥薩克騎兵都拿他沒什麼好辦法，可面對清軍的多路合圍，照樣被連根拔起。也正是這種軍事威懾力的餘威，讓西方列強在1840年之前面對中國時首選的方式是請求通商，而不是直接開打。近代的中國也確實經歷了一段屢戰屢敗的黑暗時期，但即便是那個年代，中國人也沒有放下過武器啊。1888年北洋水師成軍的時候，艦隊實力在全球排得上號，陸軍也已經大量裝備了包括加特林機槍在內的各式熱兵器。甲午慘敗之後，新式軍隊的編練從未中斷，從全面抗戰的8年到之後遍及大半個中國的內戰，戰火幾乎就沒有在這片土地上熄滅過。有人覺得那個時期中國的武器落後，其實當時世界上主要的兵器種類，步槍、火炮、飛機、軍艦，在中國的戰場上一樣都不缺，這還是在西方對華實施武器禁運的條件下。但真正讓全世界重新審視中國戰鬥力的是抗美援朝。那個時候中國的工業底子幾乎等於零，手上的武器五花八門，什麼日式、美式、蘇式混在一起用，跟對面的聯合國軍存在着一整個代差。就是在這種裝備的條件下，硬是把當時地球上最強大的軍事同盟從鴨綠江推回了38線附近，迫使對方在一份平等的停戰協定上落筆。即便是拿破崙活過來，也會認真研究一下，這到底是怎麼做到的呢？可惜人的記憶是短暫的。那場戰爭之後，中國最近一次對外使用武力已經是上世紀70、80年代的事情了。在熱兵器時代，一支軍隊幾十年沒打過仗，在外人眼裡就約等於不能打。每次中國面對挑釁選擇的戰略克制，對方收到的信號不是感恩，而是可以再加碼。菲律賓越鬧越兇，日本呢是越挑釁越深。台灣地區的一些人呢，也把大陸的耐心當成了只會嘴上功夫。這種誤判正在一層層的疊加，疊加到臨界點的時候，真正的危局就來了。全世界逼中國動武這件事本身對中國未必是災難，
道理不複雜。如果中國真的被逼到不得不出手，那一定是做足了準備之後。这些年的军事现代化的投入，世人有目共睹。海軍從近海防禦跨入了遠洋攻防，隱身戰機和遠程的精確打擊能力已經形成了建制，形成了戰鬥力。火箭軍的打擊覆蓋範圍早已延伸到整個西太平洋。这不是1950年那個靠意志力彌補裝備差距的部隊了，這是一支在技術上已經和任何的對手平起平坐，甚至是局部領先的現代化的軍事力量。而那些挑釁者們真的想好要承受什麼了嗎？日本列島的國土縱深極其有限，關鍵的工業設施和人口高度集中在沿太平洋一側的狹長地帶，一旦開戰，它承受打擊的脆弱程度遠超它發起進攻偷襲的能力。菲律賓就更不必提了，它的全部的軍事力量放在區域大國面前幾乎可以忽略。至於美國，它在西太的軍事部署雖然龐大，但補給線橫跨大半個太平洋，在中國家門口打一場高烈度的持久戰，五角大樓自己也得好好算算能撐多久。最新的美國媒体的消息傳來說，美國的各式導彈的庫存現在由於打伊朗援助烏克蘭再補齊需要若干年。多少年呢？至少5年以後。按照美國的這個調性，他說5年，那必須得8年10年，美國的導彈庫存才能補齊。所以說這是好事兒啊。中國人不好戰，這確實是事實，因為中國人可以靠自己的雙手和頭腦把日子過好，沒有必要去劫掠別人的東西來養活自己。但不好戰和不能戰是兩回事兒。一個不能打的民族是不可能在幾千年的殘酷淘汰中存活到今天的，一個不敢打的國家也不可能擁有如此遼闊的版圖。中國的古人深谙以戰止戰的道理，先靠打仗贏下來，再通過政治和文化手段鞏固勝利果實。這套功夫比西方那種打完就搶，搶完就走的殖民路數不知道要高明多少。2026年的世界正處在一個危險的十字路口，那些試圖把中國逼上戰場的人最好先認真翻翻歷史書，要想清楚自己究竟在招惹一個什麼樣的對手。引火燒身從來都不是一句空話，而歷史的教訓從來不會只教一遍。難道你想這個讓中國的就是征服全球的基因覺醒嗎？那就來吧，點個訂閱，咱們下集再聊。